预制板曾风靡全国，为何现在不爱用了？名声还一落千丈？这里是知识天梯。预制板简单来说，就是在工厂里提前生产好的建筑材料，它们通常由水泥、沙子、石子等原材料混合制成，并在模具中进行成型和固化。预制板的尺寸和形状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定制，常见的形状包括矩形、圆形等，其中的几根冷拉丝是预制板中最关键的承重材料。也因为预制板是提前在工厂内就生产好的，所以它们可以减少现场施工时间，提高施工效率，常被用于楼板、墙板、隔墙、护坡等建筑结构中，提供可靠的支撑和保护。预制板的制作过程相对简单，材料成本也较低，所以价格比现场浇筑的混凝土板要便宜很多。此外，预制板在工厂里提前制作完成，只需要把它运到现场就可以直接安装了，这样就不需要在现场进行复杂的浇筑和施工，大大节省了时间和人力成本。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，这段时间中国经济迈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一直都在快速推进，城市人口不断增加，对住房和基础设施的需求也随之增加。预制板作为一种高效节省时间的建筑材料，成为在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中最合适高效的选择。此外，中国基础设施建设中也少不了预制板的身影，包括公路、桥梁、水利等领域。这些建设项目对预制板的需求量巨大，预制板可以在工厂里进行批量生产，然后快速运到工地进行安装，可以大大缩短工期，提高工程效率。在中国，预制板的使用量在近20多年里增长飞速，特别是在2010年后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、基础设施建设的扩大以及技术工艺的提升，预制板的应用量逐年增加。预制板为何是老旧小区改造的阻碍呢？如今很多老房子需要改造升级，可是这其中很多房子用的是预制板，这给改造带来了一大堆麻烦。首先，就房子的结构安全来说，预制板房的抗震能力比现代的房子差远了。预制板作为楼板使用时，首先要求墙体必须方正且水平，以确保搭接位置的均衡。然而，很多老房子存在不少倾斜的墙体，遇到地震等自然灾害时容易垮塌，对住在里面的人的生命安全有严重威胁。对于老旧小区，常常有二手房交易，从而装修、凿挖等工程活动频繁，也会增加预制楼板的各种安全问题，例如开裂、下垂等。其次，预制板房的功能性和舒适性也存在问题，因为预制板墙体薄，隔音和隔热效果不好，居民常常被噪音扰乱，室内温度也不容易保持舒适，而且老式预制板房子的布局设计通常跟现代生活不符合，通风不好，采光也不足。另外，预制板的制作过程相对简单，这也导致其容易游离于监管之外。配一个平坦的台面，一台用于混合水泥沙子的搅拌机，一台卷扬机，以及几根配备振动器的圆管，加上人员就可以开工了。面对预制板生产过程中常出现的大小质量问题，处理方式也相当直接。对于小型蜂窝麻面，仅需填补窟窿即可，而遇到较大的凹陷或者断裂，则直接作为废弃物处理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每块预制板的核心承重部分其实仅仅依赖于几根冷拉丝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越来越多的房子开始出现异常，墙壁上的裂缝渐渐加大，时不时来点漏水的情况，房屋结构变得不稳定，甚至有些地方出现了下沉的迹象。所以在改造老旧小区预制板楼房的时候，如何解决预制板带来的隐患，成为了急需解决的问题。老旧小区改造时，预制板的安全隐患成为首要问题，政府及相关部门、社区和居民需要联合一起，共同应对。首先，定期检查和维护是至关重要的。社区应联系专业人员，定期对老旧小区进行检查和评估，检查预制板的安装质量、连接处是否牢固，以及是否存在裂纹或者变形等问题，并在发现问题后及时进行修复和加固。其次，针对发现的问题，必须采取加固改造措施，这包括在预制板连接处进行加固、重新灌浆处理，以及在必要的地方增加支撑结构，以提高房屋整体的稳定性和安全性。此外，技术更新和替换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。
对于质量较差或已经出现严重问题的预制板，应考虑进行技术更新或替换，引进更先进的建筑材料和技术，以提升房屋的抗震性能和耐久性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预制板生产、运输和安装环节需要相关部门给予更大的重视，确保预制板的质量符合标准，施工过程符合规范，避免因质量问题导致安全隐患。居民也需要提高对预制板安全隐患的认识和防范意识，积极配合管理部门的检查和维护工作，共同维护小区的安全和稳定。预制板厂商想逆流而上，必须要增加研发投入，改良材料，迫在眉睫。根据华经情报网发布的2022至2027年中国预制板市场规模现状及投资规划建议报告，2022年中国预制板市场规模达到了约 1.3 万亿元，预计到2027年将达到 2.2 万亿元左右，期间复合年增长率约为 12.3%。可见这一行业发展空间仍旧向好，政府以及行业协会也应该出台更多规范性文件，保持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，保障预制板市场高质量可持续发展。知识 TNT 专注你不知道的实物科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